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脚底有根筋啊，非常重要。这根筋很多人啊都特别重视，是哪里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它的大名，叫做地筋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天筋隐于目啊，地筋藏于足。这个地筋啊，就是在我们的足底。当我们大拇指往上抬起的时候，大拇指往上一抬，你会发现脚心中间啊就蹦出来一根筋。这根筋啊也是有说法的。他这样说的，就是说咱们去揉啊，如果说你揉起来以后啊，感觉这个筋啊特别的硬，甚至啊你往下用力的按压，那它都没什么感觉的话，那么说明啊你这根筋啊一定要经常给它放松放松。那么还有一个话呢，就是说这根筋如果你摸起来非常柔软，轻轻一戳，就像戳在海绵里面一样，手一下就陷进去了。而且平常呢这个筋啊总是感觉走路多了以后会乏力，它就说明你这个人啊足底的气血啊运行啊不太好。所以你看这个筋是不是非常重要？那么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把这个筋啊放松下来，软的啊，咱们让它变得更加的结实有韧性；那么硬的呢，咱们就让它变得更加的柔软。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咱们先讲这根筋，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我大拇指啊，只要一往上抬啊，那这根筋啊跳出来以后啊，我们先做的呢，就是把这根筋啊先从下往上啊，不管它是软是硬，先给它捋一遍。怎么捋呢？啊，用我们的这个手指，你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你看往上啊，呈这个空拳状往上去推啊，就这样推上去啊，一定要用最硬的地方往上去推啊。那么每个人力度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硬的人啊，这个筋特别硬，那我们力度啊就要加大力量往上推。如果呢你筋本来就比较软，那我们的力度啊就轻一些啊。那我们甚至可以上一点油啊，为了保护皮肤可以上一点油啊。那我们就这样看，手成这样，用我这个位置啊往上，你看从这里1、2，把它往上赶。你赶的时候啊，你得看上面的颜色。就我们往上推的时候啊，你要看到这个推着这个红色的气血往上走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这个力量，包括渗透度啊就够了啊。我们就这样，而且做的时候呢，最好是什么呢？一手啊扶着手背，一手呢就是攥着这个拳啊，用这个面往上去推，而且呢双手之间啊要给它一个这个合并的力量。你看我这个手摸着手背往这个位置啊发力，这个手啊往前发力，是不是一个相对的力量？它力量可以更渗透啊。咱们就这样推1，你看2，幅度根本不用很大，3啊上点油，4啊推起来的感觉是非常舒服，非常的酥麻麻的，酸酸胀胀的，很舒服。4啊我们就这样推啊，推的时候啊一定要上点油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啊他这个皮肤啊受不了啊。我们推上一个15下到20下。做完以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看啊，手抓着我们的这个脚趾啊，抓着我们的脚趾，让我们这个脚底啊不是暴露在外呢吗？然后呢，我们的脚趾啊要把它往前，你看做个这个动作啊，手抓着它，脚趾往前啊，手往后拉啊，给它一个力量，看1、2，给它一个阻力，大家注意看啊，3、4，就用我这个姿势，我这个姿势啊是最省力的，你看腿就这样敲着，手这样抓着啊。然后呢，脚趾往下发力，我们的手啊往上拽，跟它对抗。当然呢，我们手部要放点水，不然你这样抓的话，这个脚趾啊它力量不够啊。只要给它一个力量就行了。看，就这样去做啊，用我们的脚趾的力量去做。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看就是在锻炼我们的这个地筋啊。手放到这边，你能发现到里面的筋啊正在用劲，很用劲的在做这个动作。好，我们每天啊就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多少下呢？去做上一个30下左右到50下。你要感觉做完了以后啊，我们大腿前侧啊这一块酸酸的啊，脚底啊感觉酸酸的、胀胀的啊就好了。那么做完这一连贯的2个动作以后啊，你一定要感觉哎这个脚底摸起来哎发热，甚至有些人做完以后啊，这个脚心当中啊出了好多的汗。都是正常的啊，我们每天就把这2个动作合在一起，左脚练完以后啊，再把右脚给练一下。这2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啊，然后如果有条件呢，再泡个脚，它就能让你脚部的气血得到一个最大的刺激，同时啊，促进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个通畅。好了，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方法都是非常好、非常经典的方法，也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转发给身边的家人还有朋友们，让这个方法分享出去。我是大伟，你们的老朋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啊，叫做天筋藏于目，地筋啊隐于足。这个地筋啊，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啊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
而且呢，地经和我们的肝啊还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地经在哪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脚底的足弓处，我们把大拇指往上抬，手放在这儿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一根筋啊弹出来。那这根筋呢，就是地经。我们说地经啊有3种状态，第一种呢就是戳进去以后啊，感觉特别的硬，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这种时候呢，一般来说你的脾气啊是比较火爆的啊，肝火啊比较旺。第二种状态呢，就是我们的地经啊非常的软啊，戳进去以后啊，感觉特别的疼。这个时候啊，涉及到什么呢？第一个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的足弓如果地经软了，那这身体的重量压在我们的足弓上面，那么我们的足弓啊就会下陷，导致了我们整个气血往下啊进行的一个不畅。第二个呢，如果你的地经软啊，说明你的这个肝气啊不通，所以呢这个也要注意。那么第3种状态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的地经啊戳进去以后，它是有弹性的，就戳上去以后有弹性，有一些轻微的酸感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一般我们说年纪越大的人，这个地经啊就显得越重要。今天啊就教大家啊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帮助你的地经啊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啊，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把脚啊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我们用2个手的大拇指啊放在哪呢？我们脚底啊，就这根筋的一个中间啊，比如说我这个大脚趾啊一抬，你能明显的摸到一根筋。我们把这个手指啊就放在这个筋的中间啊，把手放上去，大拇指放上去，然后呢我们要往下按啊，你把它往下按，你先看一下感觉啊，有的人啊是不疼的，有的人啊是特别的酸胀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按进去以后啊，去做什么呢？看我的大脚趾啊，去进行一个上下这样的活动。这个整个时候，我们手啊力量一定要渗透进去啊，把这个筋啊给卡紧了。卡紧了以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脚趾啊去进行一个上下的活动。看，1、2、3啊。每当我们比如说脚趾往上抬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保持大概1到2秒钟。4往下按压啊，5、6、7、8、9啊10，速度千万不要快啊！就这样按压的时候啊，它就把我们整个地经啊给疏通了啊。这个是一个方法，我们每天啊去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做完以后啊，你下地走一会儿路，你会发现啊，这个脚上面就像踩着棉花一样啊。不信的话呢，你做一只脚啊，另一只脚不要做，然后你去感受一下，这是第一个方法。那么第2个方法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用脚趾啊去抠啊这个地上地板，大家看啊，去抠它啊，抓这个地板。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在抓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足弓啊，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一个力量啊，把我们的这个脚趾往回拉。其实啊，都是在锻炼我们的地经啊。每天去抓上一个99下，就这样抓到底放松，抓到底放松，抓到底放松，非常的简单。有节奏的啊去抓，你不一定要和我一样啊，就是赤着脚子。你在穿着鞋子的时候，平常坐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动作啊加入其中啊，对于整个地经啊是非常好。那么今天教大家的这2套动作啊，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地经，还是对于我们的肝啊，整个身体的状态啊，都是非常好。大家啊日常当中啊就把这2个动作练起来，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省事。好了，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没有点赞的朋友啊，给视频下方啊点赞啊，长按3秒钟给我一个霸气的超级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每天大伟啊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每天你只要做上5分钟，就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增加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代谢，把身体当中不好的一些杂质啊全部代谢走。这个动作呢，是一位96岁的老先生啊教给我的。他通过这个动作的练习啊，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一个好处，不仅让自己的身体啊变得更加强壮，而且96岁的年龄啊，整个人看起来啊非常年轻，就像80多岁一样，身子骨啊非常的硬朗。我看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我自己也练了，非常的实用，所以啊特地来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做完以后浑身上下冒汗发热的，经络感觉打开的，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跟着我一起训练。好，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基本功。我们需要借助一堵墙，然后呢，整个人先贴着这个墙。贴墙站呢，它是有讲究的啊，双脚要并拢，然后同时用我们的脚后跟紧贴着我们墙底的一个贴脚线。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大腿后侧、臀部以及我们的腰部背部尽可能的就是吸附在这个墙上。你要感觉整个人贴在墙上一样，让你的小腹使劲往里面收。当你完成了这个准备动作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动作。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双手向上伸展开来伸展开来。我们把我们的后脑贴在墙壁上。用我们的这个4个手指的指腹你看我这个手4个手指的指腹，尽可能的贴在这个墙面上，就这样保持住。好，这个动作呢，你看起来的时候是会比较简单的，但是你像我就这样静静的站直，保持住，你会发现不到1分钟的时间，你的额头后背就开始出汗，同时呢腹部发酸，整个手上和脚上也会微微的发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了这个站姿，我们快速的打开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循环。像很多人身体不好的，体质比较虚弱的，甚至感觉自己的后背平常比较驼着的，不够挺拔，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的练习来快速的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不好的现象。那么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刚开始你去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个细节去做好。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他看着是一样去做，但是他这个手一摆，然后这个肚子就怎么样了？往前一顶出来了然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姿势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姿势这个时候呢就错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到什么呢？身体靠着墙尽可能的让身体先体会到这种吸附在墙面上面的感觉。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用我们的4个手指的指腹贴紧墙面，手臂也尽可能的靠近墙面，就这样，静静的站一会儿。想象一下这个身体呢被分成2节然后上面的身子往上去发力，下面的身子往下去沉有一种被从中间拉开的力手不断的向上去探索就这样静静的保持住，然后慢慢的调整呼吸，来吸口气，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吐出，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吐出就这样静静的去站。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前期你站个30秒到1分钟，感觉身上微微发酸了休息一下，然后呢休息一会儿再站一下，一天站个3到5次，慢慢的我们把时间延长，把次数缩短。那时间从刚开始的1分钟或者30秒变成了2分钟到3分钟，次数也由原来的5次变成3次2次，最后变成了什么呢？一次我们站上一个5分钟的时间就够了。一天你只要站5分钟，身上的经络全部打开，而且你只要能够坚持站上1个月，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古人都非常重视拉筋，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筋长寿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反过来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人老筋缩，筋缩人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老了以后，如果你没有注重拉筋，那么你的筋就会缩短。筋缩短了以后，它慢慢的整个人就会怎么样？慢慢的蜷缩下来，就会变得很弱。所以呢，一个人特别是中老年人，想要自己的身体棒棒的，想要自己变得很强壮，整个体态非常的好，包括你的整个运行的一个状态，就要去拉筋。拉的不是筋，拉的是你的经络。所以呢，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拉筋方法，这个方法叫做拿手。可以说甩手10次不如拿手这么1次。所以拿手这个动作，你跟着去练，跟着去做一遍，你就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个核心，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开始练习拿手了。那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拿手这个动作呢并不难，有一套口诀，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首先第一个是5指张开，整个手掌要打开来，
然后呢，这个手掌要折起来，看到没有？无论朝哪个方向，这个手掌一定要把它折起来。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手肘啊，要撑得直直的，你不能说做到某一个角度了，这个手肘就弯下来了。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讲的话，是五指张开，手掌折，手肘直啊。把这几个讲好了以后，我们再听一个经常听到的词，叫做腕口，手腕的口称之为腕口。那么腕口一般朝哪个方向，我们的手就朝哪个方向去做。好，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啊。那么我们首先做起始姿势，你看腕口是朝后侧的，手折起来。好，然后我们慢慢的把手开始旋转，腕口朝向前侧，腹部收紧，整个胸口挺起来。然后你看腕口朝前，手就朝前慢慢的往上举，举到和我们的肩膀平齐了以后，腕口慢慢的转向外侧，啊，你看转向外侧，转向外侧以后，再把它慢慢的向外侧打开，腕口朝外，啊，手往外侧打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开窗户。你看，手朝外侧打开，就像开窗户一样。很多朋友开到头了就发现了，有的人啊是手开始怎么样揪在一起了，有的朋友是手肘一下弯起来了。你记住，这叫做抻筋。啊，我们尽量的保持什么？手肘伸直，手腕折起来，手掌张开，然后保持一会儿。你即便啊很难忍，你稍微忍受一下，1到2秒钟以后转，腕口朝上，开始向上并拢。并拢了以后，你看并拢还没结束，手要往上撑一下，你看撑上去，像顶着一个大石头，顶上1到2秒钟，腕口朝外，朝外了以后。你像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啊，你看天要塌下来了，你拖着它往上去撑，啊，撑上1到2秒钟，慢慢的往下，这就是散弓了。腕口朝下，腕口朝内，腕口朝下，散弓。好，做完一遍以后，把你的手握拳，稍微的活动一下，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前胸、后背、手臂都在怎么样撑开来。你只要跟着做，你都会感觉这些以往你不怎么用到的一些筋都开始撑开来了。所以这个动作就很多人说啊，我做上拿手一下，比我以前甩上这个甩手啊甩10几下、20下都要来得好得多。这就是拿手。那么拿手这个动作呢，现在所有的朋友啊，你掌握了以后，你就把手机放下来，我带着大家做一遍，做一个正常速度的，你们参考一下。先是起始姿势。好，来，腕口朝前，慢慢的保持住，往上举，1到2秒钟，腕口朝外，慢慢转开来。好，开窗户，慢慢的来，这个开窗户不要着急，头往上看，头往上看，开来，打开到你的极限，保持1到2秒钟，转，腕口朝上，向上合并。好。到了顶部以后，手往上推，像顶着一个大石头拖着它，不让它砸下来。腕口转向外侧，转到你的极限，把你的胸背都挺起来，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往上撑，1到2秒钟，慢慢的放下来。好，腕口朝内散弓，腕口朝下散弓。好，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拿手啊。做完以后，自己活动一下手臂。活动一下你的后背，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你想把背这么弯着，你都会发现不舒服啊。所以呢，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以后，每天做上一个3遍到5遍就行啊。拿手3遍到5遍，每天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的经络都打开了，整个筋啊撑开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同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遇到一位老人，年纪87岁，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健康，面色红润，没有一点87岁的样子，看起来就是感觉很年轻。当时他是做一个动作就把我吸引住了，那个动作我感觉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奇特。我跟他练了一下，我感觉这个动作真的是很好，值得去推广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他当时跟我讲啊，叫人活到老站到老，这个动作就是他保持年轻的一个最核心的秘密啊。所以我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试一下啊。这个动作很稳
啊，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去练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要把我们的膝盖啊去顶在这个墙上，你看膝盖顶在墙上以后，另一条腿啊，咱们要保持一个直立的站立啊，膝盖要伸直，千万不要弯曲着啊。膝盖伸直以后，我们的手啊去贴在墙上。手肘也要伸直，这里是2个直，膝盖伸直，手肘伸直，伸直手肘以后啊，我们这个手掌啊，一定要用5个手指指腹去贴在墙上啊。给大家近点看一下啊，这个手指的指，你看5个手指啊是这样去贴在墙上的啊，不要这样去贴，这样去贴啊。贴在墙上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啊，大家看啊，看动作先做好，然后手指贴在墙上啊，是记住啊，这样。贴好了以后，哈，身体往前靠一点啊，靠一点，然后看，往前去做这个动作啊，身体站直，眼睛看着手指往上去做这个动作，来回的去做什么？看，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样去推啊，这样去磨蹭这个墙，这样去做，你去数100下到200下啊，100下到200下，你看，1、2、3、4、5、6、7、8、9、10啊，去做200下或者100下。做完了以后呢，咱们再换一条腿啊，顶住墙，然后身体往前，然后开始做100下到200下。腿要站直，手臂伸直，千万不要偷懒啊！眼睛看着你的手啊，头一定要抬，眼睛看着你的手。这个动作做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感觉后背，整个后背都是火热的啊，感觉你的这个气血啊、经络啊一下就通开来了，而且呢，它在摩擦的时候正好摩擦了我们的指腹啊，就是说在我们指腹上面也有刺激，而且呢，你的所有的力量2个腿都承受住了，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又能把我们的经络拉开，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就是大家去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刚开始呢，我们可能做的时候会比较的不够那么灵活，没有关系，慢慢练啊。做到后面以后啊，我们尽量去把动作做标准的，记住2直，手臂直，腿直，然后呢，同时摩擦的这个速度啊不要太快啊，匀速摩擦，做好这2个细节，慢慢的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我是大伟，大家可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